蝙蝠，2020年最臭名昭著的动物。因为一场新冠肺炎疫情，蝙蝠在人类心目中的地位跌入了谷底，还有人要扬言杀光所有蝙蝠。可是，你真的认识蝙蝠吗？在很多人心目中，蝙蝠就跟小鸟一样，毫不起眼。其实蝙蝠不是鸟，而是世界上唯一会飞的哺乳动物。蝙蝠也不都是小的，一掌最短的凹脸蝠只有3厘米，而一掌最长的菲律宾果蝠能有 1.7 米。蝙蝠也不止几种，全世界蝙蝠一手目有1386种，是仅次于啮齿动物的第2大哺乳动物。蝙蝠遍布世界各地，除了南北极地区之外，都有蝙蝠活动的身影。而在中国，蝙蝠一共有7个科、33个属，共135种，主要分布在云南和广西。很多人害怕蝙蝠，以为它们是吸人血的怪兽，但真正的吸血蝙蝠只有3种：普通吸血蝠、白翼吸血蝠和毛腿吸血蝠，它们主要分布在美洲。全世界的蝙蝠都可以分成2个大类，分别是洋翼手亚目和英翼手亚目。洋翼手亚目家族最著名的成员就是狐蝠，也叫果蝠，主要以吃水果为生。而英翼手亚目的蝙蝠吃的东西就相当杂，从啮齿动物、昆虫、爬行动物、鸟类、鱼，再到青蛙，都是它们的口中食物。当然，70%的蝙蝠主要吃的是昆虫。蝙蝠是真正的百毒之王。迄今为止，科学家已经在蝙蝠身上发现了137种病毒，包括61种可以传播给人类的致命病毒，比如 SARS、埃博拉、泥巴病毒、亨德拉病毒等等。很多人以为人类之所以会感染蝙蝠身上的病毒，是因为吃蝙蝠肉，但事实上并没有直接证据能证实这一观点。蝙蝠把病毒传染给人类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类活动入侵了蝙蝠原本的栖息地。人类居住的地方有水有家禽，也会有大量昆虫，蝙蝠自然就会被吸引过来。蝙蝠和人类共享了栖息地，蝙蝠身上的病毒就会通过尿液、粪便、唾液传染给家禽或者人类接触的食物，再传染给人类的机会就多了。2005年，孟加拉国爆发了一次可怕的泥巴病毒疫情，12个病例里有11人死亡，病死率高达 92%， 原因就是人类吃了被果蝠污染的生椰枣果肉汁。但为什么蝙蝠带着这么多病毒，自己没有感染死亡呢？答案很可能与蝙蝠飞行能力的进化有关系。蝙蝠在飞行过程中，体温会飙升到39度，心率每分钟可以超过1000次。这种超强的代谢会使得蝙蝠更容易产生受损的 DNA， 从而有了免疫反应。炎症作为一种免疫反应，是很耗费能量的。蝙蝠于是进化出了一种能力，它能抑制 DNA 传感器，比如 STING 的激活，也能降低像 TNA 阿尔法这样的炎症细胞因子的水平，来抑制炎症。没想到无心插柳柳成荫，炎症少了，病毒也更容易复制了。但蝙蝠还进化出了一套独特的抗病毒机制，它们身上的干扰素和干扰素刺激应答基因始终维持着比较高的水平，让它们时刻准备好与病毒的斗争。于是，蝙蝠和病毒就这么平衡地共存了，蝙蝠成为了行走的病毒容器。蝙蝠聚居密度非常高，每平方米高达2500到3000只，而且不同种群的蝙蝠还会混居，病毒就可以快速在蝙蝠的种群之间传播，大种群聚集在一起，就可以快速淘汰那些没有免疫力、扛不住病毒的蝙蝠。蝙蝠还可以长途飞行，这意味着它保存和扩散病毒的能力超强。新西兰的一种小红狐蝠可以飞行320公里，印度狐蝠甚至可以飞行2000公里。历史上由蝙蝠引起的传染病数不胜数，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 SARS。武汉病毒所的石正丽和他的同事从2004年开始走遍了全国28个省市，追踪 SARS 的源头。2011年，他们在云南的一个洞穴里分离并检测到了和 SARS 病毒高度同源的一株蝙蝠 SARS 样冠状病毒。经过13年的追踪，2017年石正丽团队发表研究，才认定蝙蝠是 SARS 的天然宿主。蝙蝠还携带一种极为致命的病毒，它就是埃博拉病毒。埃博拉的天然宿主被认为可能是果蝠，只要接触了感染者的汗、排泄物、唾液、血液，就有可能感染埃博拉。埃博拉病毒是在1976年首次出现的，一起疫情发生在刚果靠近埃博拉河的一个村庄，另一起出现在苏丹的一个边远地区。从第一次出现到2019年5月，埃博拉病毒共造成33012个人感染，14301个人死亡。蝙蝠携带的大量人类知晓或者尚未知晓的病毒，可能会一直和我们共存下去。蝙蝠似乎比人类更适应如何与病毒相处，但我们似乎还没有学会怎么和蝙蝠相处。